小伙只是在阎罗神像上撒了泡尿，没想到竟遭到阎罗索命。第二天，小伙离奇变成了一具干尸。自此，书院里便传出阎罗索命的传闻。可是书生万锦却不相信，认为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阎罗，甚至还对着阎罗神像狠狠踩了一脚。殊不知他的报应就要来了。到了晚上，阎罗突然现身，此时双击打出一句逢凶化吉，未来必定会事事如意，一顺百顺。阎罗是用蜜蜡将万锦的脸封住，致使他最终窒息而亡。隔天，书生们正在踢足球，没想到其中一人将球踢到了阎罗像的嘴里。没想到当天夜里，他就遭到了阎罗的报复，用针线将他的嘴给缝了起来。自此，书院内再也无人敢冒犯阎罗。然而，接二连三的命案也惊动了朝廷，因为死去的书生都是重榜之人。于是大理寺便派包拯前来查案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书院又有2人离奇身亡，一个被割喉，一个被挖心。眼下情况紧急，包拯便带着展昭来到殓房查验尸体，没想到却发现被害之人的手上都印有阎罗的印记。这天，包拯感染风寒，便来到书院医馆拿药，不料却遇见京城名医孙大夫，于是2人便聊了起来。没想到这孙大夫身为医者，却对阎罗索命一事深信不疑。他表示，阴曹地府有阎罗十殿，凡是德性有亏之人，必将受到刑罚的处置。而书院学生们的死相正好对应了阎罗的10大酷刑。根据包拯掌握到的信息，发现死去的书生都是家境殷实的重榜之人，并且推算出下一个即将遇害之人正是一个名叫李大嘴的书生。可包拯这次却算错了，这次惨遭杀害的竟然是孙大夫，而这正好对应了第9殿的拔舌狱。随后，包拯在书院发现一本秘书，上面记载了轻生之人会被地府判为重罪，并且永世不得超生。破解之法就是将10个德性有亏之人送去阎罗10殿承受刑罚，替死去之人受过。此时，包拯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又立马回到了殓房，却发现这里的尸体早已消失不见。这时，展昭不小心触发了墙上的机关，意外打开了一间密室。走进去后，发现这里挂满了那些书生的尸体，而在中间还站着一个黑衣人，此人正是阎罗索命的幕后黑手。而包拯也早就猜到了他的身份，那就是医馆里的孙大夫。原来孙大夫的儿子也曾是书院里的学子，他整日刻苦读书，终于考上了第2名。可没想到最后却被富家子弟用关系给顶替了。他想去找几人理论，不料却被那些纨绔子弟一顿暴打。最终他无法接受现实，选择了上吊自己。而孙大夫为了给儿子报仇，于是便找到了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儿子的人，再用10殿阎罗的刑法将他们一一杀害。本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，不料却被包拯识破。原来他们此前发现被害的孙大夫其实是被人戴上假皮面具的李大嘴。虽然李大嘴被换了脸，但是他的手却被凶手忽略，肥嘟嘟的手臂和孙大夫根本不相匹配。正因如此，让包拯怀疑到了孙大夫的身上。如今他的阴谋已被识破，于是就打算和包拯同归于尽。危急关头，官府的人赶到，直接将孙大夫斩杀，最终葬身火海。